如果让你给自己的自控力打分，满分10分的话，你能得几分？你是不是也经常下定决心要减肥、要早睡、要每天看书，结果却发现炸鸡薯条还是那么香，手机刷起来就停不下来，新年的决心又有泡汤了？别担心，这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意志力这位老朋友需要一点科学的体检和保养了。今天我们要一起啃一本超级经典的书《自控力》。这本书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是斯坦福大学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心理学家，他的这门课据说在斯坦福一位难求。很多人一听意志力就觉得这是个玄学，要么天生就有，要么就只能望洋兴叹。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颠覆性的好消息，意志力这个控制我们注意力、情绪和欲望的能力，它不是什么神秘天赋，更像是一块可以锻炼的肌肉，有科学的方法可以理解它，更能提升它。更厉害的是，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也是我们今天精读的重点。要想成功自控，关键不在于用意志力跟自己死磕，而是要先弄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控。对，你没听错，先理解失败，才能拥抱成功。听起来是不是既扎心又充满了希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带上好奇心，一起走进自控力的科学世界，看看那些让我们头疼的拖延、冲动、消费、半途而废背后，究竟隐藏着我们大脑怎样的小秘密，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运用科学的策略，真正做到像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成功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要想搞定意志力，得先弄明白自己是怎么掉链子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索一下意志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它又是怎么在我们大脑里工作的？你有没有想过，意志力其实有3种不同的面孔？作者凯利博士把它们总结为：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的力量。我要做的力量就是那个在寒冷的早晨能把你从温暖的被窝里拽起来去上班，或者在你只想刷短视频放松的时候，让你硬着头皮打开那本可能有点枯燥但非常重要的专业书的力量。简单说，它就是让你去做那些当下可能不那么愉快，但对你未来有益或者必须完成的事情。我不要的力量呢？这个我们可能更熟悉，就是当你面对香喷喷的炸鸡、琳琅满目的打折商品，或者又弹出新消息的手机时，能让你坚定地摇摇头，对那些诱人的冲动说不的力量。它像个守门员，帮你抵挡那些可能让你后悔的临门一脚。但光有这2个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我想要的力量。它就像你人生旅途中的指南针和发动机，时刻提醒你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那些能让你变得更好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比如你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这个清晰的目标才会让你更有动力对垃圾食品说我不要，对健身运动说我要做。没有这个我想要在背后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方向指引，前2种力量可能很快就会弹尽粮绝或者迷失方向了。那么这3种神奇的力量究竟住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的大本营就在我们的大脑前额皮质，没错，就是你额头后面那片非常宝贵的区域。它可是我们意志力的总指挥部，负责控制我们的注意力、想法，甚至影响我们的感觉。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认为前额皮质的主要作用就是让我们选择去做更难的事。比如躺在沙发上吃零食看电视比较容易，但它会提醒你，或许站起来做运动感觉会更好。前额皮质的左边区域主要负责给力的我要做，帮我们处理那些枯燥、困难或充满压力的任务，而右边的区域则掌管着坚定的我不要，帮我们克制住那些一时的冲动和诱惑。那么我想要呢？它位于前额皮质中间稍下的位置，这里记录着我们的目标和渴望，决定了我们想要什么。这个区域的细胞活动越剧烈，你采取行动和拒绝诱惑的能力就越强。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大脑里好像经常上演天使与魔鬼的内心戏，确实如此。有些神经学家甚至认为，我们虽然只有一个大脑，但我们的脑袋里却有2个自我。一个自我呢，比较冲动，喜欢追求及时的快乐和满足；另一个自我则更具规划性，深谋远虑，关注长远的目标和利益。我们所有的意志力挑战，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两个自我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所以你看，要想提升自控力，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作者在书里反复强调的认识你自己。你得先培养一种敏锐的自我意识，能清晰地觉察到在做决定的时候，什么时候是那个冲动的追求及时满足的你占了上风，什么时候又需要意志力这位控制型选手登场了。这听起来简单，但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每天做的很多决定，尤其和吃东西相关的，可能多达200多个，然而我们自己能明确意识到的，平均下来可能只有10几个。如果你连自己在做决定这件事本身都没有意识到，那又怎么可能去控制它，让它朝着你期望的方向发展呢？因此，这本书建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意志力实验，至少选一天，把你做的和你的某一个具体意志力挑战相关的决定都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比如，如果你想改掉熬夜晚睡的习惯，那就记录下每天晚上你是在什么时刻决定放下手机去睡觉的，又是什么让你推迟了这个决定。通过这样的观察和记录分析，哪些决定帮助你靠近了目标，哪些又在不知不觉中拖了后腿，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像放大镜一样，帮你大大提升自我觉察的能力，让你在下一次面对类似的意志力挑战时，能更清楚地知道，嘿，意志力打起精神，该你发挥作用了。当然，仅仅依靠自我意识和大脑的这3个力量就想战无不胜，可能还是有点天真。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早上起床时还感觉自己意志力爆棚，什么困难都不怕，怎么一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就感觉自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特别容易向诱惑投降呢？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意志力真的像手机电池一样，用着用着就没电了？下一部分我们就来深入聊聊意志力的一个重要特性，它为什么像肌肉一样也是有极限的。上一部分我们知道了意志力有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这3大核心力量，也了解了它们在大脑里的指挥部前额皮质。但是就算我们意识到了意志力的重要性，为什么还是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特别容易破功呢？难道意志力真的是一种消耗品，用着用着就没了？你猜对了，著名的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和他的团队通过无数实验发现，意志力还真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它有使用的极限。你用它来抵制诱惑、集中注意力、控制情绪，每一次使用都会消耗它，这就像你举完哑铃胳膊会酸痛一样。用意志力抵抗了办公室的临时诱惑，接下来可能就更难集中精力完成工作报告了，甚至做一些你以为和意志力没什么关系的决定，比如在超市从20多种洗衣粉里挑一种，或者努力融入一个和你价值观不太合的公司文化，都会悄悄消耗你宝贵的意志力储备。科学家还发现，通常情况下，我们早上的意志力是最强的，然后随着一天的忙碌和各种自我控制，它会逐渐减弱，到了晚上就特别容易失手。那这块意志力肌肉到底消耗的是什么能量呢？后续的研究，特别是马修、加略特等人的工作，揭示意志力的一个重要生理基础可能和我们体内的血糖水平有关。他们发现，当人们完成需要自控的任务后，血糖水平会下降，而血糖降得越多的人，在下一个自控任务中表现就越差。更有意思的是，如果给那些意志力耗尽的被试者喝一杯含糖的柠檬水，他们的血糖回升了，意志力也神奇地恢复了。当然，这可不是让你从此靠吃糖来增强意志力，那只会让你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更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能量预算模型，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精打细算的会计师，它时刻监控着身体可用的能量，主要是血液里流动的葡萄糖。当大脑这位会计师发现血糖水平降低，也就是感觉账户余额不足时，他就会变得有点小气，开始盘算着要削减能量开支，以便保存核心资源，确保生命安全。你猜他最先砍掉哪项非紧急预算？没错，就是意志力，因为自我控制是我们大脑活动中耗能最高也最奢侈的任务之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意志力不足，可能不是因为身体真的没有能量了，
而是大脑为了节省开支，不愿意再拨给你足够的能量去抵抗诱惑、集中注意力或者控制情绪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很合理。在远古时期，血糖降低往往意味着食物短缺，生存受到了直接威胁。那时候，大脑的首要任务是促使你马上去寻找食物，而不是思考什么长远目标，控制什么冲动。所以，它会让你变得更冲动，更倾向于抓住眼前的即时满足。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找到一些非常实用的提升意志力的方法了。首先，就像好车需要好油一样，我们的大脑也需要稳定优质的能量供应，所以保持血糖稳定对意志力至关重要。多选择那些能缓慢释放能量，让血糖保持平稳的食物，比如瘦肉、蛋白、坚果、豆类、粗纤维谷物以及大部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而不是那些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的甜食和经加工食品。这样才能为你的意志力提供更持久、更可靠的燃料。其次，既然意志力像肌肉，那它也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你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一些以前不会特意去控制的小事来刻意练习，比如试着改变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翘二郎腿，或者尝试用不太常用的那只手来刷牙开门，甚至可以每天坚持记录自己的开支情况，追踪每一笔钱的去向。书里就提到一个叫亚当的糖果瘾君子，他为了战胜自己的是甜症，就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放了一个装满他最爱糖豆的透明罐子，然后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绝对不吃罐子里的糖。通过这种每天无数次的小小抵抗，他成功地锻炼了自己的我不要力量，效果出奇的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练习，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你的意志力肌肉，让你在面对真正重要的意志力挑战时更有底气和耐力。不过，意志力的极限真的是像铁板一块那样不可动摇吗？有时候我们感觉累到不行了，是不是就真的到达意志力的终点了？运动生理学家蒂莫西·诺克对耐力运动员的研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感到的疲惫，其实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不过度消耗而发出的一种预警信号。它更像是一种感觉或情绪，而不是身体真的到了生理机能的绝对极限。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在感到第一波疲惫时，如果能找到强大的动力，往往就能突破那个极限点，坚持下去。所以，下一次你觉得自己意志力快要耗尽，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这种疲惫感是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还是我的大脑又在试图节省开支，提前拉响警报呢？或许一点点激励就能让你再多坚持一会儿。当然，意志力会枯竭，身体能量很重要，这只是我们失控原因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明明精力充沛，血糖也稳定，却还是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尤其是在我们觉得自己刚刚表现良好，做了一件好事之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做好事反而会成为意志力的绊脚石吗？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关于好与坏的意志力陷阱。上一部分我们聊到意志力就像肌肉，用多了会累，能量不足时还可能罢工，但这就能解释所有意志力失控的情况吗？恐怕不行。有时候我们明明精力充沛，却还是在诱惑面前缴械投降，尤其是在我们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件好事之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就来揭秘几个藏在我们良好感觉背后的意志力陷阱。第一个陷阱叫做道德许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心安理得地奖励了自己一块高热量蛋糕，或者你刚刚义正言辞地驳斥了某种歧视性言论，感觉自己站在了道德高地上，结果在接下来做一个不相关的决定时，反而更容易表现出潜意识的偏见。这就是道德许可在作祟。当我们做了一件符合社会道德或者自我期许的好事之后，我们会感觉良好，这种良好感觉就像给我们颁发了一张许可证，允许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放纵一下，更容易相信并屈服于自己的冲动。我们常常会想，我已经这么好了，偶尔出个轨一次也没关系吧？特别是当我们把意志力挑战，比如节食、学习，看成是衡量自己好与坏的标准时，就更容易掉进这个坑里。
和道德许可有点像的是进步的陷阱，我们总以为朝着目标前进了一小步，就会更有动力继续前进。但心理学家费什巴赫和多尔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某个目标上取得了进步时，反而可能会刺激我们做出妨碍这个目标实现的行为。比如，研究人员告诉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减了多少体重，然后给他们提供苹果或巧克力作为庆祝的礼物。你猜怎么着？85%的成功节食者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苹果。这是因为取得进步会让我们暂时感到满足，那个一直督促我们的理智小人会暂时休息，而那个追求即时快乐的放纵小人就跳出来了。心理学家称之为目标释放。我们为之努力克制的目标，反而因为一点点进步而变得更具诱惑力。就连我们常用的待办事项清单，都可能因为划掉几项任务带来的满足感，而让我们对接下来的任务有所松懈，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了。还有一个常见的心理误区，就是今天犯错，明天补救的美好幻想。我们总觉得未来的自己会更有自制力，更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当餐厅菜单上出现一个健康的沙拉选项时，有些人反而会因此更心安理得地点了双层芝士汉堡和薯条，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反正下次可以选沙拉来弥补这次的放纵。这种对未来盲目乐观的态度，让我们更容易纵容今天的自己。更有甚者，我们还会被所谓的光环效应蒙蔽，比如一看到有机零脂肪或者慈善义卖这样的标签，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带好人光环，哪怕它本质上可能还是垃圾食品。比如标着有机的奥利奥饼干，我们也会觉得它比普通饼干更健康，吃起来更没负担。或者点汉堡时配上一份沙拉，我们就会觉得这顿饭的总体卡路里变少了，尽管汉堡本身一点没变。这种一点好掩盖整体坏的现象，特别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中招，摄入更多卡路里或做出不明智的消费。那么，怎么才能避开这些因为感觉良好而挖的坑呢？首先，要警惕道德许可。当我们发现自己在用过去的善行为现在的放纵辩护时，试着停下来，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做出那个好的选择，或者为什么要拒绝那个诱惑，把注意力从我表现的有多好，转回到你真正的目标和价值观上。其次，要意识到明天和今天毫无区别。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德拉克林建议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单纯减少某种行为。比如，如果你想少抽烟，那就规定自己每天抽同样数量的烟，而不是今天多抽点，明天再少抽，这样会让你更难否认每一根烟的危害，这能打破明天会更好的幻想。最后，在面对那些带有健康或优惠光环的诱惑时，要关注具体的数据，比如卡路里含量、实际花费，而不是被那些模糊的好听标签牵着鼻子走。同时，尽量不要把你的意志力挑战变成一场道德审判，少用好与坏来评价自己，多关注行为与目标是否一致。其实，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些感觉良好的陷阱，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在悄悄捣鬼，它用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让我们把渴望物当成了幸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大脑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奖励承诺系统。上一部分我们发现，原来表现良好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意志力的糖衣炮弹，让我们更容易放纵。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大脑里还有个更厉害的大忽悠，它整天向我们承诺前方有快乐，结果却常常引诱我们掉进各种欲望的陷阱，你会不会觉得后背一凉，想要更警惕一些呢？这个故事啊，还得从几十年前几只可怜的小白鼠说起。当时有两位特别有名的科学家奥尔兹和米尔纳，他们偶然发现小白鼠会拼了老命的去按一个杠杆，就为了刺激自己脑子里的某个特定区域，甚至可以为此不吃不喝，不顾死活。科学家们一开始兴奋地以为，哇塞，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快乐老家，这简直是快乐的源泉啊！但后来的研究才慢慢揭开真相，那个让小白鼠嗨到根本停不下来的神秘区域，其实是大脑的奖励系统，它制造的是一种让人抓心挠肝的强烈渴望，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纯粹的享受和满足。
而这个奖励系统里的首席推销员就是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你可能也听说过它的大名。当你看到一块包装精美的巧克力蛋糕，闻到街角飘来的现磨咖啡香味，或者仅仅是听到手机叮咚一声提示有新消息时，你的大脑就会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唰的一下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但这里有个关键点，一定要注意，这股汹涌而来的多巴胺浪潮并不能直接让你感到幸福感爆棚，它更像一个打了鸡血的啦啦队长，在你耳边用最大的音量狂喊：冲啊！就是那个得到它，你就能拥有全世界的快乐了。它主要激发的是你的期待，让你变得格外警觉，精神高度集中，并且充满原始的干劲儿，去追寻那个在未来可能带来快乐的东西。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布莱恩·克努森就通过非常巧妙的实验证明，多巴胺这东西主要负责的是我想要和我要行动，而不是我喜欢。我很享受它在我们因为热切的期待某个奖励而心跳加速的时候分泌的醉欢，而不是在我们真正得到那个奖励、悠闲品尝快乐果实的时候。从我们老祖先进化那会儿起，这套系统就功不可没。它正是通过对快乐的各种空头支票来驱使我们努力去寻找食物、繁衍后代，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个物种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可问题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花花世界和那个食物匮乏、危机四伏的原始社会，那可真是差了108000里了。各种专门为了最大限度刺激你多巴胺分泌而设计出来的高糖高脂加工食品，那些算法比你亲妈还懂你的各种内容推送，还有那些让你眼花缭乱、防不胜防的购物广告和促销手段，都在无时无刻地用尽一切办法来轰炸你的大脑奖励系统，几乎让我们都成了多巴胺控制下的提线木偶。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拿起手机只是想看个时间，结果却漫无目的地刷了半天短视频，或者明明肚子不饿，路过香喷喷的面包店，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刚出炉的可颂？这些很可能都是你大脑里的多巴胺在悄悄搞鬼。更糟的是，这种由多巴胺驱动的渴望，往往还自带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副作用，那就是压力和焦虑感。而且我们大脑这个奖励承诺系统还特别喜欢画大饼，它向你承诺的那些美妙绝伦的快乐，等你真正得到的时候，可能发现完全货不对版，甚至让你感觉有点失望。就像康奈尔大学的食物心理学家布莱恩·文森克做的那个著名的爆米花实验里演的那样，电影院的观众就算吃到的是放了足足2个星期，已经变得几乎难以下咽的爆米花，也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吃掉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大脑已经被电影院那个特定的环境和爆米花刚开始散发出来的气味给忽悠瘸了，固执地坚信这玩意儿应该是个不错的奖励，能带来快乐。我们常常就这样，因为大脑的这个小半把大脑对奖励发出的渴望信号错误地解读成了幸福指南，结果在一路狂奔的追求中，反而离真正的内心平静和满足感越来越远。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任由大脑里的大忽悠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吧？别急，书里给我们提供了2个非常实用的锦囊妙计。第一，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擦亮眼睛，努力区分什么是短暂我想要的冲动，什么是能带来真正我喜欢和我幸福的体验。下次，当你被某个东西强烈吸引，感觉体内的多巴胺正在脑子里疯狂蹦迪的时候，不妨先给自己踩个急刹车，冷静地当一回自己的观察员。这种我非得到不可的强烈感觉，和我真正拥有它之后的快乐程度，真的能画上等号吗？这个东西真的能像我的大脑现在向我承诺的那么美妙绝伦吗？第二，既然我们知道了多巴胺这位朋友是天生的潜力大师，那我们也可以试着把它招安过来，为我们所用，把它巧妙地用在那些我们常常拖延但又非常重要、必须完成的我要做的意志力挑战上。书里举了很多有创意的例子，比如你可以一边听着自己超级喜欢的偶像的歌单，一边硬着头皮去完成那份可能已经拖了很久的工作报告，或者你可以把打扫房间这种听起来就很枯燥的家务活，巧妙地设计成一个每完成一小块区域，就能给自己一个及时小奖励，比如允许自己看一小段特别搞笑的视频的升级通关游戏。看来我们大脑的这个奖励系统，虽然有时候像个爱吹牛的大忽悠，
但也并非完全油盐不进、不可理喻。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和它斗智斗勇的。不过，除了这些由内在渴望、陷阱和虚假快乐承诺引发的意志力问题，还有一种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的情绪状态，也常常让我们的意志力大厦在瞬间崩塌，那就是当我们压力爆棚、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好像也特别容易失控，彻底管不住自己呢？下一部分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些可恶的负面情绪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我们推向各种诱惑的深渊的。上一部分我们聊到大脑里的大忽悠多巴胺，老拿快乐的空头支票逗我们玩，让我们追着一些不一定能让我们真开心的东西跑。但除了这个，我们的意志力还有个特别怕的隐形杀手，一不小心就会让他缴械投降，那就是我们的负面情绪，特别是压力这小子。你有没有发现，特郁闷或者压力爆棚的时候，平时还能忍住不吃的炸鸡甜点，或者刚打折的网店，突然就变得跟磁铁似的，死死把你吸过去？这可真不是你那天特别馋，也不是你意志力突然掉线了。科学家发现，我们一生气、一焦虑、一伤心，或者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进入赶紧找点乐子、赶紧爽一下的紧急模式。它就像个特别操心的老妈，一看你情绪不对，就想赶紧塞给你点好吃的、好玩的，让你立马开心起来。更要命的是，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身体里还会冒出一些压力荷尔蒙，这些荷尔蒙还会悄悄给多巴胺加油打气，结果就是你面前的那些诱惑看起来简直是金光闪闪，魅力值放大100倍。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一想到第二天要当众演讲，就特想啃个大猪蹄子压压惊，或者一想到过几天要去看牙医，那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烟瘾就又勾上来了。我们常常就这样被大脑的一片好心带着，用那些其实根本不怎么管用的方法，比如靠大吃大喝来硬抗压力。结果呢，美国心理学家协会做过调查，大部分人觉得吃东西解压，实际效果嘛，也就那样，甚至更糟。还有个更神的也更隐蔽的情绪陷阱，叫做恐惧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有意无意地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挂掉这件事，哪怕你只是在晚间新闻里瞄到一眼关于生离死别的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悄悄地咯噔一下，有点怕怕的。为了不让自己那么害怕和无助住，我们会下意识地去抓住一些能让自己觉得更安全、更有劲儿或者更暖和点的东西。在这种时候，买带来的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美食带来的那种温暖慰藉，甚至是一根香烟或一杯小酒带来的暂时麻痹，都可能成了我们报警的救命稻草。所以啊，有些研究甚至发现，烟盒上那些吓得你要命的恐怖图片和警告，有时候反而会让老烟枪们更想立刻点上一根，因为那些图片太唬人了，心里发毛的抽根烟缓缓神。不过要说我们意志力最怕哪个情绪大魔王，那还得是纳萨如何效应，这简直就是一朝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获一枚的完美剧本啊！你想想看，你痛下决心要减肥，结果今天没忍住，不小心巧克力了一小块不该吃的饼干，这时候那种强烈的罪恶感、挫败感噌的一下就涌上来了，完蛋子了，我的减肥大计又泡汤了。按理说这时候应该赶紧打住，对吧？可很多人反不是，他们心里那个叛逆的小人会跳出来说，那又如何，反正都已经破戒了，干脆今天就一次吃个够本。结果一小块饼干很快就升级成了一整包，外加可能还有半桶冰淇淋和一堆有的没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真正让我们后续彻底失控、自暴自弃的，往往不是第一次那个小小的失误本身，而是失误之后产生的那种我是个没用的大笨蛋的羞耻感和绝望感，它直接把我们的意志力小船给无情地凿沉了。而且我们还特别喜欢在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给自己画一个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大饼，这就是心理学家说的虚假希望综合征。比如昨晚暴饮暴食之后，今天早上起来后悔的想撞墙，于是你痛下决心，从今天起我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个决心一下，你是不是立马感觉心情多云转晴好多了？好像光是想想自己即将要变得那么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似的。
但这种美好的感觉就像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特别容易在遇到现实的骨感，比如第二天肚子又饿了，或者工作特别累的时候，吃的一下就破了。然后我们可能又会陷入新一轮的自我嫌弃和习惯性放纵之中。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跳出这些该死的负面情绪给我们挖的连环坑呢？首先，当压力山大的时候，别老想着靠多巴胺那套虚假快乐来救急，试试看那些真正能让你从内到外放松下来的事，比如出去跑跑步，让汗水带走烦躁，听点能让你内心平静的音乐，找个信得过的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吐槽一下你遇到的烦心事，或者花点时间学学冥想，做做瑜伽。这些活动能帮你大脑里真正负责好心情的化学物质，比如血清素什么的，多起来让你感觉更踏实。其次，这一点超级重要，万一你不小心犯错了，比如没忍住多吃了块蛋糕，千万别对自己喊打喊杀的，对自己温柔一点，原谅自己。研究早就证明了，自我同情，学会原谅自己，不仅不会让你变得更加放纵自己，反而能让你更快地从失败的阴影里爬起来，拍拍土，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可比骂自己100遍还有用得多。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着做个未雨绸缪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提前多想想自己在什么时候最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诱惑，然后早早的给这些容易让你翻车的雷区准备好几套绕行方案和应急预案。看来我们的心情好坏对意志力的影响真是太大了，简直是个晴雨表。但除了情绪这个内忧之外，我们对时间的看法，特别是我们是怎么看待现在和将来的，以及我们是怎么跟那个好像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未来的自己打交道的，同样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心甘情愿贱卖掉将来的大幸福，去换取眼下那点不一定靠谱的小痛快。上一部分我们聊到那些糟糕的情绪和山大的压力是怎么在背后悄悄为我们意志力好几刀的，但除了这些内忧，我们脑袋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或者说是一个特别会画大饼也特别会甩锅的家伙，潜伏在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里，那就是我们那个超级热爱活在当下，也特会把麻烦事丢给未来的大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天生就对眼前的快乐这玩意儿特别没辙，明明知道等一等能拿到更多好吃的，可一块马上就能塞到嘴里的糖，常常就比那2块需要稍微等一会儿才能吃到的糖更有吸引力。经济学家给这种现象起了个特形象的名字，叫延迟折扣，意思就是说啊，一个奖励它离我们越远，在我们心里的那个价值啊，就越会像股票一样打折扣，打到最后可能还不如眼前的一点点小甜头来的实在诱人。书里就提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实验，科学家让一群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和一群黑猩猩比赛，看谁更能为了得到更多的零食而耐心等待。结果你猜怎么着？超过70%的黑猩猩选择了乖乖等待2分钟，以换取后面6份零食的大奖赏。而我们这群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大学生呢，只有不到20%的人愿意等那么一小会儿。是不是感觉我们人类的脸都被这群有耐心的猩猩兄弟给比下去了？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大脑天生自带的一个小绊，我们大脑里的那个奖励系统啊，它天生就对那些立马可得的奖励反应特别强烈，一闻到位就会疯狂分泌多巴胺，让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赶紧抓住眼前的好处。至于那些需要耐心等待的未来奖励，它就显得没那么感冒了，甚至有点反应迟钝。所以啊，减肥成功之后能穿上漂亮衣服的那种快乐，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它远在不确定的未来，在我大脑看来，可能还不如眼前这块滋滋冒油、热乎乎的炸鸡来的真实。会来的更刺激、更要命的是，我们常常还会把未来的自己当成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一个跟现在的我几乎没什么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心里嘀咕，哎呀，今天实在太累了，这件麻烦的活还是留给明天的我去做吧，明天的我肯定比我今天精力充沛，意志也更坚定。结果呢，等真到了所谓的明天，你还是那个被现实打回原形的你，该累的时候照样累，该拖延的时候照样拖延。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艾米丽·普洛克就通过实验发现，我们对待未来的自己
简直比对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还要狠心。各种困难的任务，不想面对的麻烦，我们都能眼都不眨的一股脑甩给未来的那个他去承担。甚至有脑成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我们思考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时，我们大脑活跃的区域竟然是不一样的。思考未来的自己时，大脑的反应模式更像是我们在思考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人。那这可咋办呢？总不能一直被眼前这些小诱惑牵着鼻子走，然后把所有的烂摊子都心安理得地留给那个可怜巴巴的未来我吧。别急，书里给我们支了几招超级实用的未来规划术，让我们学会更好地跟未来的自己和平共处。第一招，简单粗暴又好用，叫10分钟法则。下次你心里特别想做某件可能会破坏你长远目标的事时，比如突然想点一份高热量的垃圾食品，或者忍不住想打开手机刷个没完没了的短视频，先别急着扑上去跟自己说，行，你想做可以，但我们先等个10分钟，10分钟之后再说。这短短的10分钟，就像是给大脑那股子冲动劲儿按下了暂停键，能让那个及时奖励的诱惑力大打折扣。很多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10分钟过去，那股非做不可的劲儿可能就没那么强烈，甚至烟消云散了。如果你面对的是我要做的意志力挑战，比如你特别不想开始某项工作，那就可以把这个法则稍微改一下，变成先硬着头皮干10分钟，10分钟后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停下来摸鱼。你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时候，一旦你真的开了那个头，继续做下去，也就没那么痛苦和困难了。第二招是想办法降低你对未来那些美好奖励的心理折扣率。简单说就是别老只盯着眼前这点好吃的、好玩的，要多想想未来的那些大大的甜头有多诱人。当你的小馋虫又开始勾引你，想让你为了眼前这点爽快而出卖未来的时候，不妨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已经成功拥有了那个你一直渴望的美好长期奖励。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或者银行卡里多了一笔可观的存款，然后郑重地问自己，我真的愿意为了眼前这点不一定靠谱的小诱惑，就把我已经到手的实实在在的大幸福给打掉吗？这么一对比一碰磨，是不是觉得眼前那点小诱惑也没那么香了？第三招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招，就是要主动的去重新未来的自己，多跟他沟通感情，别老把他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陌生人，要多跟他套套近乎，建立深厚的革命友谊。书里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方法，比如你可以试着给1年或者5年后的自己写小信，跟他聊聊你现在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你特别希望他那个时候能变成什么样。或者你可以闭上眼睛，尽可能生动地去想象一下，当你成功实现某个重要的长期目标之后，未来的那个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会有多开心、多自豪、多感谢现在这个努力的你。甚至可以像书里提到的那样，找个软件把自己 P 成年老之后的样子，提前看看。这些方法听起来可能有点中二，但它们都能有效地帮你和未来的自己建立起更真实、更紧密的联系，让你在做每一个当下选择的时候，能更多地把他的感受和幸福也考虑进来。当然了，有时候光靠我们自己跟自己较劲，可能力量还是不太够。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其实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以各种你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意志力。这种影响有好有坏，有时候甚至像病毒一样，会在人群中悄悄传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意志力的传染和我们自己的免疫力问题。上一部分我们聊到怎么才能跟那个特别爱甩锅的大脑斗智斗勇，别让他总是用眼前那点芝麻大的小利益换走了我们将来那甜过又甜的大西瓜。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意志力水平可能不仅仅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它还特别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甚至像个社交病毒一样，能在人群里悄悄地传播开来呢？你没听错，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以为纯粹是个人选择的习惯和行为，比如说一个人是变胖还是变瘦，是继续抽烟还是成功戒烟，甚至是一个人平时喝酒的多少，都可能像得了流行感冒一样，在你的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传染。哈佛医学院就有2位特别牛的科学家，
他们通过对一个社区居民长达32年的跟踪调查，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你的一个好朋友变胖了，那你自己变胖的风险可能会因此增加高达71%，而且这种影响在亲兄弟姊妹之间也同样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意志力也有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道理？还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里住着一群特别会学样，也特别会共情的小家伙，他们的名字叫做镜像神经元。他们就像一群超级敬业的模仿大师，一看到别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感觉怎么样，他们就会立刻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悄悄地把这些行为和情绪彩排一遍，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别人。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开心地打了个哈欠，你是不是也立马就觉得有点困了？或者当你看到别人在饭桌上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某种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突然就觉得特别馋，也想来一口？这就是你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正在努力帮你感同身受呢。所以当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的时候，比如朋友聚餐时，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点了高热量的炸鸡啤酒，你的大脑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接收到这个偶尔放纵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信号，结果就是让你更难坚持自己原定的健康目标和饮食计划。科学家还发现，不仅仅是具体的行为，就连别人追求的目标都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染给你。心理学家管这种现象叫做目标传染病。除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模仿和传染，还有一种更直接也更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意志力，那就是社会认同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这么干，那我估计这么干也准没错。这可是我们老祖宗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在群体中生存下去而磨练出来的生存智慧之一。书里面就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节能宣传的实验研究人员，挨家挨户地给居民们发不同内容的节能小卡片，有的卡片上写着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理由，比如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有的卡片上写着更实在的好处，比如说节约能源能帮您省下不少电费，但还有一种卡片上只写了一句听起来最没技术含量的大白话：据我们的调查，您这个社区里99%的邻居都已经在自觉关掉了家里不必要的电灯来节约能源。你猜最后哪种说法的宣传效果最好，最能让大家真的行动起来去节约能源呢？没错，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那句听起来最朴实无华的你邻居都这么干了。看来比起那些听起来很正确的大道理，我们的大脑还是更相信随大流的安全性。所以要想让自己的意志力变得更坚定，我们不妨主动给自己找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参照群体。如果你想减肥，那就多和那些已经成功瘦下来，并且一直坚持健康饮食、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如果你想戒烟，那就勇敢地加入一个当地的戒烟互助小组，或者在网上找个氛围好的戒烟社群。当你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为了和你相似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并且不断取得进步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坚持下去好像也没那么孤单和困难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书里的一个小技巧，每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花上几分钟，认真地提醒自己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会在哪些方面遇到诱惑，这就像是给自己的意志力提前打了一针预防针，能有效地帮你抵抗那些来自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和意志力病毒。另外，我们还可以巧妙地利用一下自己爱面子、怕丢人的心理，来给意志力加点猛料。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都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特别害怕被别人批评和嘲笑，对吧？这种对自豪感的强烈追求和对羞愧感的本能逃避，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自控力来源。所以当你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生动地想象一下，成功之后别人会多么佩服你，为你喝彩，或者万一失败了，自己在大家面前会多么没面子。当然，书里面也特别提醒我们，过度的羞愧有时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触发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除如何效应，反而让我们彻底自暴自弃。所以呢，用对成功的自豪感来激励自己，可能是更安全也更有效的办法。把你的意志力挑战目标，
大大方方地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来一起监督你、支持你，也是个相当不错的方法。不过啊，意志力的世界真是充满了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悖论。我们一会说要巧妙地利用社会影响来增强意志力，一会又说要提高警惕，别被别人的坏习惯给传染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越是拼命地想控制住自己的某个念头，那个念头就越是像个淘气的熊孩子一样，不仅不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地来骚扰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呢？你别说，还真有下一部分，我们就来深入聊聊意志力的我不要力量，以及它那些常常让我们哭笑不得的奇葩局限性。上一部分我们聊到意志力这玩意儿居然还能传染你周围的人，是自律小标兵还是放纵小王子，可能不知不觉就影响了你的节奏。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意志力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因为我昨天没睡好，能量不足，而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那个方式，从一开始就用错了劲儿。现在我们就来聊聊一个在意志力研究领域里特别逗，也特别让人抓狂的现象，心理学家管它叫讽刺性反弹。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形象的名字来记住它，不许想那头白熊效应。你现在就可以马上试试看，接下来的10秒钟，你努力的、拼命的，千万不要去想一头全身雪白、毛茸茸，可能还有点憨态可掬的白熊。怎么样？你脑子里是不是立马就蹦出来一头，甚至好几头活灵活现的白熊，还在那跟你招手呢？没错，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维格就最早通过这个实验发现，你越是努力的想把某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那个念头就越是像个粘人的口香糖一样，死死地粘在你脑子里，甩都甩不掉，甚至比你什么也不干，主动去想它的时候，它出现的还要更频繁。尤其是在你感觉累了、压力特别大，或者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这头淘气的白熊就越喜欢跳出来刷存在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这么叛逆，不让干啥反干啥？其实啊，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不要去想这个有点复杂的指令的时候，内部有点小分裂，它会同时启动2个系统来干活。一个系统呢，我们管它叫操作员，它接到指令后会特别努力的把你的注意力从那头白熊身上挪开，让你赶紧去想点别的阿猫阿狗，或者看看这面墙是什么颜色的啊，真好看。但同时，大脑还会派出另一个特别勤奋但也特别毒舌的监控员。这个监控员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在你的大脑里扫描，检查你到底还有没有在想那头被禁止的白熊。你看这监控员本来是一片好心，想帮你站岗放哨，可问题是他每检查一次，就等于又在你的脑子里把白熊这个关键词给高亮强调了一遍。平时我们精力充沛、脑子清醒的时候，操作员还能勉强压制住监控员带来的这点小干扰，可一旦你累了、烦了，或者喝了点小酒，操作员一怠工或者掉线，监控员可就彻底无法无天了。他会不停地执着把那个你千方百计想忘记的被禁止的想法，一次又一次地推到你意识的最前沿，让你想忘都忘不掉。更要命的是，当一个念头老是这么阴魂不散的在你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特别容易犯另一个错误，那就是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哎呀，这个念头肯定特别重要，不然我怎么老是想着它呢？这里面一定有事儿。结果呢，那些拼命想减肥的人，越是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要想炸鸡，他们的脑子里可能就全是炸鸡那滋滋冒油的香味，最后反而更容易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破戒大吃一顿。那些因为失眠而痛苦不堪的人，越是努力地在床上想我要赶紧睡觉，我一定不能胡思乱想，反而越是清醒的能151数清楚天花板上有多少个小黑点点。那些想努力摆脱焦虑情绪的人，越是拼命压抑自己的各种担忧和不安，反而可能越陷越深，甚至最后真的引发了抑郁情绪。那这可怎么办才好呢？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不想要的念头和情绪在我们的大脑里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吗？当然不是，书里给我们指了一条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但却特别有智慧的解决之路，那就是放弃控制。你没听错，
就是大大方方的放弃控制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和感觉。这可能跟你平时的习惯正好相反，但大量的科学研究都已经证明，当我们不再试图用蛮力去粗暴的压抑或消除那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念头和情绪时，它们反而会像失去了越压越强的魔力一样，不再那么频繁地来打扰我们，甚至会自己悄悄溜走。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书里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用起来超赞的策略，其中一个叫做忠于你的感受，但别相信你所有的想法。当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念头又一次冒出来的时候，别急着跟他吵架，也别急着想把他从脑子里赶走，先轻轻地深吸一口气，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呢，把你的注意力温柔地转移到你身体的感受上，感觉一下你的呼吸是快还是慢，或者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是不是有点发紧或者不舒服。你就把那些让你心烦的念头想象成是天空中飘过的一朵朵浮云，你就静静地看着它们从你眼前飘过来了，然后又去了。但你完全不用抓住它们，更不用跟着它们一起跑。你可以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哦，那个让我不开心的讨厌想法又来了。想法嘛，就是会这样来来去去的，它不一定代表什么，也不一定就是真的。记住最关键的一点是，你可以允许自己有这个想法，但你不必立刻就相信它，更不必马上就按照他说的去做。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叫做驾驭冲动。这个方法尤其适合用来对付那些像小怪兽一样突如其来又特别强烈的渴望或者冲动，比如说突然犯了烟瘾、酒瘾，或者是一股无名火，噌的一下就想发脾气的时候。当那股让你坐立不安的冲动像一阵汹涌的海浪一样向你袭来时，千万别想着跟它硬碰硬的对抗，也别试图立刻就把它压下去，那往往会让你更难受。你就想象自己是个技术高超的冲浪高手，稳稳地站在冲浪板上，主动感受那股浪潮的力量，仔细体会它在你身体里涌动时的各种生理感觉。你的心跳是不是加快了？呼吸是不是也变得有点急促了？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感觉特别不舒服？是发紧还是发热？你就这么专注地观察和体验，至少1分钟，你会惊奇地发现，不管一开始那股浪潮有多么汹涌澎湃，它最终总会有平息下来的那一刻。你要做的就是在它最猛烈的时候稳住自己，别被它轻易卷走，也别急着从冲浪板上跳下来。最后还有一个能让你事半功倍的小窍门，那就是试着把你那些让你特别头疼的我不要去做某件事的意志力挑战，巧妙地转化成让你内心多少有点小期待，愿意去做我想要去做某件事的挑战。举个例子，你可能特别不想再熬夜晚睡了，这是个典型的我不要。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我想要每天都精神饱满的去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享受一个高效又美好的上午呢？当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你努力去做的想要获得的那个积极结果上，而不是你拼命去避免的那个不要去做的消极行为上时，你的大脑就更容易被正向调动起来，那个讨厌的白熊效应也就不那么容易找你的麻烦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还真不是越硬刚效果越好，学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对我们内心的那些纷繁复杂的想法和冲动温柔地松开手，给他们一点自由来去的空间，反而能让我们在实际的行动获得更大的也更持久的控制权。这可能就是意志力这个东西最奇妙也最充满东方智慧的地方了。那么把整本书的核心内容都啃下来之后，我们到底能从这门精彩的意志力科学课中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终极秘诀呢？在下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这次精读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一起做个总结，看看怎样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意志力的首席科学家，游刃有余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好了，我们这趟信息量超大的自控力探索之旅，不知不觉就快到站了。如果非要从这本书里拎出一个提升意志力的武林秘籍总纲，那估计就是5个大字：提高觉察力。没错，就是提高你对自己的了解，特别是对那些让你一次次扑街的诱惑，让你不停明日复明日的拖延，还有那些悄悄给你的意志力放水的小念头，都要看得清清楚楚。你得像个最高明的侦探一样，时刻留意自己在做什么决定，尤其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别再让你的大脑在那些关键时刻凭着本能自动驾驶了，尤其是在那些你以前经常翻车的老地方，更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特别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自己生活的首席意志力科学家，把书里提到的各种好玩的方法、新奇的观点，都当成一个个可以在你生活中进行的意志力小实验。拿出科学家的精神，大胆去尝试，去观察你自己，收集专属于你的一手数据和临床报告，看看哪些方法对你来说特别管用，像神丹妙药一样，哪些方法有可能不太灵光，甚至有点水土不服。最关键的是，别怕犯错，也别怕那些看似失败的尝试。你想想，哪个伟大的科学家做实验，不是经历过无数次失败才找到真理的呢？对吧？每一次你觉得自己又没管住自己的时候，都别急着批评自己，把它看成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一次收集新数据的机会，帮助你更深刻地了解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都带上这份科学家的好奇心，也别忘了带上对自己的那份耐心和温柔，去继续探索，去大胆实验这趟关于意志力的修炼之路。可能没有一劳永逸的终点，但请相信，你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做出的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能让你离那个更想成为的、能更好地掌控自己时间和生活的自己更进一步。